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1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7季，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1MP 指定赞助播出。哇！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让我们欢迎加油团的成员，欢迎徐志胜 ，Hello， 欢迎王子琪 ，Hello， 欢迎贺峻霖 ，Hello， 欢迎杨超越，欢迎张全林，全林老师，上期节目很难，首个实战考核，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直播报道，采编播导啊，庞征、张诗文脱颖而出，两人分别获得15分。截止到目前为止，要着重提醒一下杨凌卫、王玉还有侯子泰30小伙伴。我还记得上一期节目最后一位0分正在安慰另一位，深情的安慰另一位0分，然后顺利把他逗笑。那今天呢，从这一期开始，其实我们上一期就已经聊到了，赛段到这里，天降神兵，踢馆实习生大概率是要出现的啊，踢馆不出所料，这一期就要来了，这一期就要来了。我想先问问峻霖，就因为你第5季参与过我们节目录制，踢馆实习生对于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或你对他留下怎样的印象，有吗？踢馆实习生吗？他腿劲儿应该挺大。啊，能踢，我踢，会武术。没有踢馆实习生的话，我觉得就是那种特别有实力的实习生吧。可能他，在我看来，可能是他在其他的地方是有工作机会的，但他可能为了这个他心仪的 offer 而放弃掉了一些他原本跟他能力匹配的 offer， 然后选择来到这里进行一个踢馆。确实如此，一般踢馆实习生叫无短板，比首发更强啊，一定是哦。因为我在4、5、6、7季整体的经验来讲，一定是因为一定是一个让所有人心都能揪起来的那样一个选手。那是不是只要有踢馆就要有淘汰？一定是。悲哀的地方就在这儿，面对强敌，我们不确定今天有几位踢馆实习生会到，因为我们之前有过1位，有过2位，也有过一次来2位。但是难的地方就在这儿，也就是说，比如说来1位，那如果他踢馆成功，肯定就有1位就要淘汰。另外，随着赛制不断的往前进，也有淘汰也会发生，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面临一个淘汰密集期。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要着重提醒30小朋友、30选手，快速让自己的积分增长起来。OK， 那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年的踢馆选手是怎样的风采，也看一看曾经的8位选手面临强敌展现出怎样的状态。一起来看第一段 VCR。新的一天了，身心俱疲的实习生们。哇，你这个鞋有点高啊，今天。我俩现在一样高。行了，我成小矮人。我穿的是自己的鞋。哈哈。
而且今天很舒服哎，你不觉得冷气很足吗？我觉得我心比较凉。是你能凉得过我俩？我俩现在已经是冻住了。窗台那瓣和你种的花，陪我偷偷留下。我今天中午还要再点海南鸡饭。哎呀，靓丽的女生，朗子已经在认真学习了，很认真。Hello， 早上好。Hello， 早上好，玉哥。早。早上好，玉哥。Hello。怎么？那早上好，玉哥。你的香蕉是后子泰给你的吗？早上好，玉哥。早上好，子泰。早上好。我突然发现个事儿，得亏玉哥比我们都大，不然要喊你玉帝了。玉帝哥哥。好娇宠哦，好太宠了。Hello， 老师好。早。哇，这你们一大早又上班了，昨天那么晚，好辛苦呀。雨佳哭的眼都肿了。啊，肿了吗？肿了，有点肿。老师们更辛苦，给我们复盘到那么晚。我们还可以啊，就压力大的是你们啊。我有时候会代入一想，哇，我在那个位置上，我得压力多大呀？哎呀，大教堂老师真好。早。早上好，老师。早上好，老师好。早。老师好。重整旗鼓了吗？嗯。玉玲姐，去找老师吗？现在过去。好。感觉大家那个很憔悴。晨晨老师，你在忙吗？找您聊一下。好呀，好呀。昨天没聊上，今天复盘一下。对。先说说你们想问的问题吧，因为你们其实已经跟其他2位老师都聊过了，对吧？老师，我有一个我个人方面的问题，然后就是因为我可能工作经历相对比较单一，然后导致我其实，在课题3这种偏直播型的活动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管是从经验啊还是理论知识上来说，就支撑不够，导致我在前期做策划的时候，我脑子其实特别乱，然后没有一个主线思路。像这种问题怎么去解决一下呀？其实你们不用太去纠结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就是你用你过去的经验去应对，这个是唯一的路径，不用害怕陌生。比如说这个节目你没有尝试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是要去看一看其他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来作为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的参考，就是有一个抓手和依靠吧。我觉得你们2个表现非常好的，玉玲，其实我也想跟你说，就是因为你主持很多大晚会也好，然后主持很多的活动也好，采访也好。还是需要一些语言的储备的，就是我感觉你们碰到一个事情，你要形容词，你形容词就会很匮乏，你会觉得这个很可爱，除了可爱我想不到别的词了。就是主持人一定会需要一些标准答案，是放到什么场合都不会错的一些套话，对吧？然后你要准备一些有效的信息量，是放在兜里，你不一定有机会把它拿出来用，但是你兜里一定要装满的。语言的质量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多写，我告诉你，多写，输出，谢谢晨晨老师。好的，我先拿走了这些书，然后到时候给您还过来。这就回去储备了。陈诚图书馆。雨佳哭完一晚上，是不是解决问题了？我觉得我期待雨佳的爆发。踢馆的来了，这是谁啊？踢馆的吗？走进来有一种助教导师的气质。气场强大。
孩子们知道吗？今天会有？肯定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啊。哎，小儿姐，冯玲姐，没，你看上来就叫冯玲姐，他们之前是，我认识。谁啊？我认识他。老熟人，啊，认识。哇，我有新同学，太好了！坐你公妹对面，开心了是吧？我感觉很期待。Hello， 佳宁。好了，我们去那个会议室吧。你看他真的，他一来其实是跟这几位带教师姐无缝衔接，打成一片的。朗子也认识。朗子也认识。朗子也认识。朗子为什么会认识？就是我跟朗子和他，我们是一起认识的。你们是一个学校的吗？不是。是吗？他来踢过。啊？他来踢过。我感觉应该是。但是是谁呀？完全不认识。怎么办？还点了饭。还点了饭。我说刚刚雨佳那么认真在干啥呢？点餐呢。你们俩现在是认识是吗？对，认识。然后坐那边吧。好的。可以坐中间，中间那个。好。我可以坐这儿吗？对，就坐这儿。好。那你要不先待一会儿？嗯。我们去喊。等一下，我们去喊老师过来，没问题，好不好？我把包放在地上吧，要不？好，放地上。好。其实踢馆是需要强大的心理哈。对。白哥有新同学来了。哦，好。西哥，哎，有新同学来了。好。珊珊姐，新来的实习生到了。OK， 今天有惊喜。太惊喜了吧！这也今天有惊吓。是的，今天要踢馆，很可能这一轮结束之后，你又有人要淘汰了。哦，压力好大。老师好。你好，老师好。我们还有一位老师，稍等一下啊。好的。3为1。哦。老师，我先把简历。好的。谢谢。谢谢。毕业了吗？还没有，现在是大3。哦，开学大4。开学大4。哪年出生的？04年。04年，哇，都好小。8颗牙。他是那个很标准的那个笑容。小贺，你们练笑容吗？笑容吗？他还是会有自己去调整的，就咬着那个笔，咬笔应该是为了打开口腔啊。因为有些人笑起来是嘴角向下的呀。嘴角向下，这样。老师好。啊，好，你好。哇，1米7， 44公斤，好瘦啊。对，你看他就是那个能露很多牙，很标准的笑，太牛了。好，欢迎佳宁。那我们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好的。3位老师好，我叫刘佳宁，来自山东临沂。我从小在上海生活，所以说对上海这座城市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今年21岁，现在是一名大3的学生。2022年，我以全国女生第1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连续2年获得了校级的3好学生的称号，以及优秀学生1等、2等的奖学金。除此之外呢，我从大1开始，先后在新华网、央视的财经频道和央视的体育频道实习。俗话说得好，3分练7分吃。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中国高校食堂的首创健身餐窗口。刚跑完2公里，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人生跑道上的关键一战。在校期间，我主持了超20场以上的校级以及以上的大型活动，比如说今年央视总台的5·4晚会的大学生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份少年意气化作
权为哇，还有好多央视总台的，侠骨柔情，包括总台《青春立夏歌会》的主持人等。立夏的炽热光芒，让青春的故事永远鲜活。与此同时，我也积极的参加各类的专业比赛。去年呢是获得了安徽省我是主持人大赛的全国冠军，纵横中国的1等奖的荣誉。最近刚刚以就是最年轻的选手的身份，获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的全国36强。我们看到传统的古建筑在现代的灯光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以上就是我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3位导师好像特别满意，特别满意，气场很正，压得住台啊。你觉得你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觉得可能是亲和，还有一种青春的气息。很多时候，各位老师，包括身边的朋友给我的评价，就是与生俱来拥有一种和人的就是亲和力。对，这个跟他的笑很有关系。对，一笑那个笑的自然度跟亲和力。我身边朋友对我的评价和对他的评价都是挺一致的，就是有亲和，是吧？是一种亲和力吗？我看你那个主持了很多类似于大型晚会的活动，舞台经验应该比较丰富了。那你觉得你更适合或者更喜欢做一个新闻类型的主持人呢，还是综艺晚会的主持人？这个方向其实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包括我的性格，可能是更偏向于就是做综艺啊。我觉得在综艺里面我会更开心、更自如一些。但是我也做了很多和新闻相关的尝试，就是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我真正的去考虑为什么要学艺考去做主持人这个方向，是因为小时候的梦想。我会觉得我还是更想先试一试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能不能成？如果可以的话，那就觉得很幸福。对。但是他真的比大3的同学要成熟很多。老练。 21，都做了这么多事儿了。他们好淡定。是我要跳起来了。对呀，完全没有展示出什么慌乱，可能都在表演，都是淡然，还在演，还在演，还在演。其实心里肯定已经都很慌了。雨佳赶紧振作起来，雨佳。雨佳，我觉得雨佳一定会爆发的，绝对必须爆发。林蔚也要爆发了，林蔚也要爆发。我去接杯水压压惊。你现在能去那边吗？什么？能去那边吗？我想他们在那边面试。我问一下。 姐，我可以上洗手间吗？可以啊，可以啊。哦，你是去打探敌情的吗？不是呀。感觉他就是想去看一下，他就是看热闹。我发现了，感觉是2秒预设。什么？但他是按时，不知道规则，关键是每年规则好像都不一样。好的。 我觉得就这样吧。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了。好，那你稍微准备一下，可能你在这里稍微等一下。对，我们稍后有第1轮考核。哦，好的。好，那您2位也可以等一下，直接他们就过来了。好的。啊，就考核了。第1轮考核一般不这么称呼啊。第1轮考核是专门针对他的吗？应该不。因为大家已经到第4轮了，对不对？那个你们的规则踢馆是踢最后1名还是挑1名？有好几种不同的玩法，有的是直接参与到下一轮的竞争当中啊，但有的是因为它的比分起点不一样嘛，后来会有一个平衡机制，看这一季怎么设计这种平衡机制，看怎么玩。打探到什么情报？完蛋了！咋了？为啥？没事，就是想感慨一下而已。不是你这个氛围太浓了，我要离远一点。不要，我们开心一点好吗？搞得我也很紧张。我们别这么紧张，我们先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你认识他？跟我们一届的。跟你们一届的。然后呢？但是很强。是很强。他叫什么名字啊？刘佳妮。哇，果然刘佳妮老朋友啊，已经开始搜了。新闻人信息拉满。
哦，我搜到了，她是北电的全国播音第2，女生第1。林蔚，你看一些。薇薇，想来聊聊昨天的选题啥的吗？好，等一下。他们心思已经完全。这时候分数最低的人最紧张。3位0分朋友，只有子泰笑呵呵，子泰心态真的好。我吃饭。咋了？没有，我们这聊。过来一起聊。哦。我们现在在等待。我怎么还在看刘嘉宁的故事？他刚刚告诉我，他叫过。是嘉宁确实非常厉害。谁呀？你也认识？当然认识，刘嘉宁。明星同学。啊。知道是谁是吗？是嘉宁吗？子泰真的。子泰他不是不在乎，他是没想到。我说他心态这么好，他根本不知道发生过神马。对啊，你没看到？我没看到。我看到了。哇哦，我们2个算半个同事。啊，他跟他在体育频道实习过，那就。那是谁呀？哦，他是北电的，他蛮厉害的，真的。他蛮厉害，他专业蛮好，真的。他厉害在具体的领域。总之就是很优秀。全能，很优秀。但我跟他没见过。你没见过，但你知道他。我们互相可能都听说过对方。都是一个圈里的。各位实习生，我们到大会议室集合。好了，要翻牌了。走吧。林蔚加油，雨佳崛起，玉哥，雄起玉哥。没事儿，我很坚强。我不坚强，我希望你安慰我，好吧？嗨，你好。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Hello， 好久不见。我们坐这边吧。Hello， 好巧，我真没想到。嗨，佳宁，我是侯子泰。知道。咱俩认识。嗨，姐。嗨 ，Hello。哇塞，都认识。我想到会有认识的，没想到会这么多。好，大家都到齐了。那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办公室来了一位新的实习生，刘嘉宁同学。大家好，我叫刘嘉宁，今年21岁，是北京电影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大3学生，请大家多多关照。这么简单？因为不用太多介绍了，他们好多人都认识，互相认识是吧？好。刘嘉宁同学呢，会以踢馆实习生的身份来参加我们今后的工作。好，那因为嘉宁同学呢已经错过了我们前3轮的考核，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增加一个特别考核的环节，来了解他的一个基本的业务能力，让大家互相之间也都有一个了解。那具体怎么考核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张表格，这是目前我们各位实习生的积分的排行榜。哇，太甜了，直接。现在麻烦我们助教把我们8位同学的资料给到嘉宁同学，让他稍微了解一下。是让他选一个吗？我感觉是要选人了。选人？他是不是选一个挑战，然后复制那个人的分数？有可能，这样可以弥补之前的起点。复制那个人的分数，比如说他任意挑一个人，你现在有多少分？你有25分。如果我战胜了你，我就从25分拿你的25分。但不会把它减掉吧？应该是复制，应该是复制吧？就是拥有你的25分。不可能把上一个清零嘛？哎呀，那多不过瘾啊！5分钟的时间，看一下各位同学的资料，再看一下这个考核的积分的情况。好。 5分钟之后，你从8位同学当中找出1位进行挑战，来获得相应的积分，或者无法得到积分。那如果挑战第1名，你胜了，你15分。挑战第1名会获得15分。挑战第2名，你胜了10分。挑战其他同学，你胜了5分。
无论挑战谁，你失败了0分。好吧，现在开始看一下资料吧，5分钟时间。好。第1 15，第2 10，后面都是5，那他肯定在1、2里选了。佳宁把那个资料一合，老师不用选了，一块儿吧。那他会不会挑一个他比较了解的人？如果是我，就帮他赢了15分钟数，输了还3个和我一样的。老师，你会挑战谁？就是我会挑战德文。是你的性格。是，其实后面这个分挺低的呀。哦，对，没什么积分是吧？对啊。按他的性格，刚才对他面试的性格，是一个喜欢挑战的孩子，所以庞真现在很紧张。他如果求稳的，他可以挑最后一名，他就可以稳稳拿一个5分。你猜他会选谁？我猜是彭正。我觉得真要挑战是挑战第1啊。分是最多的。看完了吗？老师我看完了。好，那也看过考核积分了，也对各位同学从资料到面对面的都有了了解了。佳宁做个选择吧，挑战谁？我想选择闭口音已经出来了，他现在要挑人了，会是谁呢？庞正。我想选择。太过分了，这怎么能停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排第7。别生气，别生气，曹雪老师，你可以充我们的会员，然后跳过讨论。好的。张老师，就他这几张照片，一看就是按你话说，就直接能拉上去干活的那种。那显然人家已经干了好多了，事实上干了好多了。我们大家先一起可以看一看刘佳宁的简历，有没有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或者跟自己有某种交集的地方啊？对，就所以跟那程朗是一样的吧？2022年，上戏第4，浙传第3，跟贺峻霖是一样的。对，北电第1，还轮值主席，光影讲述人。终于找到这个和我的简历相同的地方了。山东？不是，熟练使用办公软件。但是我会写的比他详细，我会熟练使用 Excel、Word。你的简历是多长时间没更新了？专业荣誉的第1条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的全国36强。陈林老师，您了解这个奖项的含金量吗？最新的一季的2025年7月，这应该是刚刚获得最新的一季的主持人大赛。哎，我这么跟你讨论吧，你就看起来36强，好像那个不算特厉害，但我得给你讲讲什么人可以参加。就是他参加的不是说都是学生或者都是新人，他有很多你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比如说参加的人大致就是这一群实习生的老师级别的。就他已经开始在电视台工作了，有明确的工作经验的人，然后去参加。然后参加进入你到总台比赛的时候就60个人，对，很厉害。所以在那个里面要杀出任何一轮，我觉得都是挺厉害。能入围是不是就已经很厉害了？对呀，是能站到那个舞台，能有播出的镜头，他这属于是持续优秀。从山东高3的时候开始，在艺考就是一路领先啊，北电、浙传、上戏、中戏。合格证拿到手软，名次都在靠前。25年开始，他就在央视总台很多的频道，1套、5套，还有5次青年节特别节目当中。我真正看完他的履历，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可能6边形战士哦。因为你看，就是文艺节目、外景主持、新闻节目、访谈节目全都干过。而且他好像参加了很多比赛，所以说他面对这种强压环境肯定是不怯场。是的，你看他面对3位老师就是完全很淡定的。3位老师好，我叫刘佳宁，来自山东临沂。是，而且他甚至给2位那个带教师姐都造成了一点压力和紧张。我觉得2位师姐都面露紧张神色，一直在旁边吃瓜的姿态在旁观。
而且今年也是我们所有踢馆实习生当中的第一次专门为他增设了一个特别考核机制。之前其实踢馆实习生来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个事实上的不公，就是起点的不一样，大家已经考核了，所以那个基准分会更高一些。但今年我们刚才看到，增设了一个1v1单挑，他可以挑出一个人，然后展现自己的勇气和全面的实力。对，15、10或者5。3档，当然也可能挑战失败就0分了啊！各位会觉得他会挑谁？如果你觉得话，你会选谁？我的性格其实是求稳还是求稳？必求稳。谁呢？姿态。因为首先来说，我是根据我看节目，我很喜欢姿态。而且我觉得我俩的性格又有些相似之处，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俩在一块儿，无论是比赛也好，还是玩也好，我跟他在一块儿会更轻松，没有压力。我特别害怕这种高压的比的环境。你选他，万一输了，是不是更丢脸？比第一名太难下台了。但是我要被庞征碾压，我也会觉得很丢脸。贺，你觉得呢？哎，硬要 Q 我一下。我啊。如果是我去，我肯定庞征了呀！啊，我都踢馆来了，我肯定要挑最强，要挑最强的，现在分最多的，我就要告诉你们，我来踢馆的，那我肯定就要比你们所有人，就是你们积分最高的人更强。哇，我觉得像这种，我们从昨天的情况来说哈，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比赛嘛，比什么很重要。而且我觉得他一定是会在，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环境的一个竞争，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节目形式，一定会有他的短板。确实。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其实来之前都很优秀，履历都很光鲜，但是来这里之后就会有一个适应和不适应的一个过程，有擅长和不擅长的。这一轮比什么也很重要，其实它的亮相战，看是哪个赛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段 VCR。来了，好了，所以看看是庞征还是诗文。我感觉他来的目的就是给第1名、第2名施压的。佳宁做个选择吧，挑战谁？那我就选第1吧。我想选择。看那个嘴型像庞征。庞征了，我想选择雨佳，可以吗？雨佳是吗？好的。雨佳，这个有点意外了。这么求稳啊！选我啊！雨佳都不了，你没想很意外吗？很意外吗？意外啊！这分还选我？你们俩之前认识吗？不认识。那我们能听一听你选择雨佳的理由吗？我觉得刚才雨佳走进来，我们俩对视了一下，觉得很有眼缘儿。没有，是因为是新朋友，然后所以想过多的，就是我们先提前的去了解一下，所以理性感性都没有用，主要靠眼缘吗？我现在对雨佳有种感觉，我觉得这一轮他能爆发雨佳爆发，我觉得这个激发可以可以，我有点期待了，真的。用一个踢馆选手把雨佳激发出来了，我真觉得雨佳有可能爆发。雨佳是第4、第5，所以他赢了的话是5分。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刚才分析那种，他对自己极度自信。无所谓，我随机挑一个。他不在乎分数。确实。他只要成功一次，把他之前那种自信拿回来，他就猛了，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想，你不会有任何损失。经过这轮挑战之后，但是挑战之后失败不是会出局吗？不是，没有这种说法。这轮是单，我们没有这个规则。这个只是让他是带着积分进来，还是0分进来的区别，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同时，你经历了1次考核，得到1次锻炼。对。好，考核的内容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4个内容来进行播报。第1个是新闻资讯稿件，第2个是娱乐资讯稿件，第3个是晚会主持词。这3份稿件，2位同学拿到的是一样的，是进入提字器的，
第4个稿件是需要自己去进行撰写的。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主题，撰写自己的稿件，形成3分钟的文案，最后进行呈现。主题是张桂梅老师。那我们有45分钟的准备时间。好吧，我们现在开始，2位准备，其他同学回到工位上。佳宁到小会议室去准备。好的。雨佳在这里准备。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加油啊！雨佳。很突然，很突然。雨佳非常好，你需要这些挑战。他新闻能力很好，真的。你别说，我说的对，你需要这些挑战。晨晨老师演我，真的，我现在就期待雨佳有一次爆发。他挑了一个就是在分布高的里面最有实力的一个。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他对于这个雨佳之前在学校的成绩也是有一些耳闻，有了解吗？应该。但他刚才说他挑的原因是他不认识。是不是很多熟悉朋友他人不认识，但可能听过这名字？不是把8个人的资料都给他了吗？有，所以成绩第1名在资料里。他也看得见，他就是想找中传的第1名，过招。你要想吃的话，你把那个信息发给我。没事，考核完再吃。加油，雨佳加油！你这是什么表情？你的舒适区没问题。真的假的？你可别说这话。加油，加油，靠你了！加油！这个空间就是你的。别人不许进来。好，我来关。这么霸道，谢谢老师。老师，不好意思，那个我想问一下，前3份稿件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拿到？马上会给你。马上给你。在那。OK。你知道我很怕他是选我，你知道吗？我以为他会选我。对。他的能力太未知了。但他给人一种很强的幸福力，就你看他这个人，就觉得他能力很强。哇，他才大3。雨佳，找回当时的状态来。Hello， 加油！好，我会努力。都努力。来，雨佳，给加油！谢谢姐，好的，好好备战啊。OK。没稿件。谢谢老师。没事，叫我师姐就行了。我也是学播音的。对，需要什么帮助你跟我说。好的，谢谢。纸笔打印什么的。好。45分钟。就是拼了。其实是第一次他考核的时候，感觉他可能就是稍微弱势一些的是他的那个现场连线的那个环节，但这一次好像也没有，就是完全是他自己准备的。我其实挺期待，而且这回也没有队友，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就是单纯的个人能力的一次比拼。你们现场这几个认识佳妮的孩子，你们了解他吗？他们在这里都不敢说话，说我们代表不了的。我一直觉得他非常优秀，真的，就是看他的节目，看他拍的东西，而且看他在大赛上的表现什么的，他确实非常的优秀，经验丰富。中汽协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声音真的很好，我得说，位置更沉，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佳宁的声音一出来，我感觉我家电视机打开了。标准新闻嘛。他倒没有选他熟悉的人。我们所有人猜的都是庞正。对。但我其实猜到他会选雨佳，我觉得他们俩有点像，给人的感觉。就看他们俩了。按照雨佳的性格，应该会很兴奋吧？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次挑战没有任何分可输，这不是又是一次展现的机会？我觉得雨佳是战斗力，雨佳是很有斗志的人。就看他能不能稳了，就怕他一急。那是我们的看法嘛，对吧？那雨佳自己应该是充满斗志，应该很想要去挑战一下，想要赢。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本市市场低谷运行的窘境。吴彦祖、谢霆锋，不对，感觉不对，状态调过来，稍微有一点点哑。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娱乐资讯。第43届香港金像，有点快。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本地市场低谷运行的窘境。
新人演员凭借新片，你看声音的位置更沉。新人演员凭借新片树立票房号召力的机制摇摇欲坠。今晚在这个中秋奇遇夜，我们和上海的赏月新地标相遇，同样我们也在和自己心中的思念相见。好听，俩人的和声。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本地市场和那些如诗如画的瞬间相遇，和那些如梦似幻。拿根。好了，可以开始考核了。好。打。助教带他们到楼上吧。哦，好。起来，fight！ 打！走吧，走。他俩抽签吧。抽签。现在就抽吗？抽了签之后，然后他俩那个站到相应的位置上。我跟你俩混混，你紧张了是吧？不是，我怎么那么紧张呢？抽吧，你俩。美女先来。不，一块来。没事，咱们就拿就近的吧。行，可以。好，谢谢。我是第二个。好，我先来。那我就不打开了，还给我们俩吧。好的。佳宁先来，雨佳看一看，观察。然后，来，其实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人一个机位，然后一人一个机位。对，有2个地标，看到没？然后你们就先站好2个地标，对，是这儿和这儿。对，有一个黑色地标。哦，2个人同时吗？好，然后再稍微重复一下我们的规则，2个人是，比如说第1项新闻播报，1号播完之后2号紧接着播，然后第2项1号说完之后2号紧接着说，是这样来的，不是一个人把自己的4项内容说完。好的，明白了。好。然后提词器可能还是需要你们自己操作的。哦。啊，一个说完，另外一个紧接着说。紧接着说，没有后场，一个人一个机位，自己控提词。我的天！其实我觉得能参加主持人大赛，央视主持人大赛还挺有勇气的。就其实年轻点还好，你不觉得有什么包袱？对。像何清那时候是不是也去参加了？何清参加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挺有勇气的。这个让他走，比你的正常语速稍微快一点点是对的。然后比如说快一点点嘛，你就可以按暂停，然后接着往下走，然后再按暂停。我觉得刘嘉宁有一种远超于他年龄的成熟。对，我觉得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系，和他参加那么多比赛是绝对有关系的。对，还有长相也有点关系。准备好了吗？好，5、4、3、2、1，开始。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透视。中汽协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延续良好态势，多项经济指标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具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双超过1500万辆，同比均实现了10%以上较高增长。哎，这个刘嘉宁大3这样的舞台站上去，说来就来啊！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接近70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了4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45%。今年以来，在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下，内需市场明显改善，对汽车整体增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1到6月，汽车国内销量近1260万辆，同比增长近12%。与此同时，汽车出口继续保持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75%左右。他这个身体端得很稳哦。是的，大部分时候这种类型的新闻是坐播比较多，站的时候有的时候身体会有小幅的摇晃啊。好多大青衣山东挺多。我觉得刘嘉宁很好，就意料之中的好，面部表情管理，然后语气点送，
都是很到位、很职业的，比她的这个实际的年龄，我感觉要成熟很多。她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她是一个女中音，就她说话，她真的能沉下来，会有一种安心感。一般我们说，如果是综艺节目，就大青衣的标准，其实很多都是要选女中音，就声音往下沉的那种。来了，哇！观众朋友您好，首先我们来看一条新闻资讯。中汽协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延续良好态势，多项经济指标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两种风格，挺好的，挺好的，他的风格保持了，更青春，更积极。具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双双超过1500万辆，同比均实现了10%以上的较高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接近70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了4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45%。其实李雨佳播报是很强的，对她的状态好，明显状态是起来了。我觉得更喜欢雨佳的。今年以来，在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显效带动下，内需市场明显改善，对汽车整体的增长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1到6月，汽车国内销量近1260万辆，同比增长近12%。与此同时，汽车出口持续保持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75%左右。我觉得这一次李雨佳的表现是比她前几位课题都要好很多的，就是他们风格把握得很准确。他对稿子是理解的，所以才能把重音打得对。但他其实，在第一个课题当中的播报，我觉得播报分他也是最好的。对，是的，播报对也是可以的，也是最好的。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最好的。哎，好清晰，怎么了？我好紧张，我前面都没那么紧张过。各位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娱乐新天地。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九龙城寨之围城》勇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动作设计等9项大奖，风头无两。风格要变，风格要变。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九龙城寨之围城》勇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动作设计等9项大奖，可以说是风头无两。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本地市场低谷运行的窘境。新人演员凭借新片树立票房号召力的机制摇摇欲坠，由此形成前辈明星持续独当一面的固化模式。时至今日，吴彦祖、谢霆锋等曾经的新人类，现已人到中年。他们主演的电影尚且不多，00后新一代的新人演员更难有机会独挑大梁。今晚，在这个中秋奇遇夜，我们和上海的赏月新地标相遇，和那些如诗如画的瞬间相遇，和那些如梦似幻的光影艺术相遇。这一轮好稳，好稳。那同样，我们也在和自己心中那份思念相遇，和那份对团圆的期盼和渴望相遇。其实啊，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相遇的过程。但是相遇过后，我们更要懂得珍惜。今晚的这轮中秋圆月将珍藏在每个人的心中，而这份幸福感也将永伴你我。我们同样心怀渴望，歌唱同样的祝愿：愿山河长久，国泰民安，愿幸福安宁，皆得所愿。很有晚会的结束感，大晚会的结束感。其实总体来看，他们这2轮的稿件处理是各有千秋的，就看他们最后一轮人物讲述的发挥了。旗鼓相当啊！这是针锋相对，风格不一样。一个是女中女低的那个音域宽厚，那一个是女中女高的音域明亮。这么说，第4轮要决胜负了，人物讲述。人物讲述要带一点体验感，要带观点了。所以这是他自己写的，自己写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他不是干部，
但省委书记来了都要给他让座。他无儿无女，但孩子们见了都要喊他一声妈妈。他是谁？他获得了2021年感动中国人物7·1勋章。为什么他能获得如此的荣誉和荣光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走进她的故事。她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她就是来自云南华坪女高的校长张桂梅。或许是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别人撑一把伞。她和丈夫在大理的一所中学开始了教书。然而好景不长，丈夫因病去世。在丈夫去世的1年之后，她又被查出了患有子宫肌瘤。手术结束后，张桂梅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她想到这些天老乡们对她的照顾，她告诉自己，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2008年，华坪女高成立，这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免费高中，专门为了贫困家庭里的女孩们来上学。13年来，2000多名女孩走进了学校，也走出了大山。正如华坪女高的誓词所言：“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我是雨佳。首先，我想要给大家分享几个数字。另一种风格了。63岁，20多种疾病，40余年，1804张录取通知书。这个更抓人。这开场好。这是张桂梅老师的简介。相信张老师的故事大家已经非常的耳熟能详了。在云南华坪的大山深处，一所很特别的女子高中，在过去15年送出了数千名的女学生。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张桂梅这个名字的背后，藏着一个未曾写就的玫瑰。在1957年，黑龙江一个开满着野玫瑰的小村庄，它叫赤眉火龙。在这个地方，一位父亲望着漫山遍野灼灼开放的野玫瑰，满怀希望地为他的女儿起了名字，叫张玫瑰。在户口登记的那天，当时的登记人员踌躇了很久，却在那个上面写上了自己更熟悉的2个字：张桂梅。而这只未能绽放的玫瑰，却被命运又带到了千里之外的贫瘠的山村。在这里，他看到的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在这里，14岁的女孩被父亲明码标价，等待出嫁。本该握笔的手，却因为去挖野菜而皲裂，破败不堪。为了追回辍学的女孩，她翻山越岭，摔入泥沟，她的食指到现在还缠着胶布。为了让女孩们有书读，她四处奔走，饱尝白眼。玫瑰的灿烂陷入了泥土的最深处。它是真实的人物故事，立得很有血有肉。对，你说的特别对，就他是一个讲述者。去年冬天，有几个毕业的学生回来看他，他们簇拥着张老师走过操场，有的人创业了，有的人成家了，也有人选择回到山村成为一名教师。那一束束倔强的野玫瑰，在冻土里又抽出了新的嫩芽。这些看似在风中摇曳的小花，让我们明白，那只当年户口簿上没能写就的玫瑰，并没有消失。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2000多个被点亮的生命里，给我们共同营造了一场最美好的春天。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我是雨佳，下期再见。它有人物，有情境，然后有故事，有脉络往前推进。这段词儿的质量远远好过这段词儿啊！是的，实力，雨佳，看功底。佳宁在形式上已经无可挑剔，但是雨佳在内容上
更胜一筹。谢谢老师，谢谢。好，不错不错不错，你们俩可以吃点东西了，休息一下。好的，谢谢。走，走。师姐，你吃饭了吗？我们吃了，给你们带了。你知道我2个小时前点好了海南鸡饭，结果到现在都还没吃上。对不起，玉姐。没事没事，不是怪你的意思啊，就是咱们就是说非常惊喜，一次特别的体验。这块他没人对吧？没人。哇哦，谢谢。有凳子吗？多余的。哇哦，欢迎新同学。哎，都是熟人耶。嗨姐，我们也是去年暑假见的吧？去年？哎，前年。是去年。你俩是什么机会？新华社的那个活动，对。哦。哎，所以说你跟大家其实都是认识的。我好像认识4个，我认识一半。就是还有程朗，因为这个圈子就是蛮小。是吧？我程朗。谢谢程朗，谢谢。好，你们忙吧。我觉得那个最后赢不赢不重要，不重要。雨佳被激活了，被激活了，真的替雨佳心里松了一大口气。太少。紧张吗？还可以，结束了就还好。校对结果。紧张吗？没有，咱第一次紧张，他肯定比我紧张。他第一次到那个演播室，第一次用那个提词器。哦，你在楼上那个演播室。对啊，所以肯定他会比我更紧张一点。而且我俩抽签，他抽的是152，准备时间久。好，各位同学，还有代教老师、助教，我们一起到大会议室。还没吃饭又被叫走了，这一顿饭真是一个海南鸡饭。雨佳，我这口饭到底能不能吃它？代教老师、助教，怎么样？感觉没太表现好。没事没事，刚开始。好，大家都到齐了。那刚刚佳宁和雨佳进行了考核，我们3位老师经过了非常认真的评议，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雨佳胜出。佳宁和雨佳这轮特别考核胜出的是雨佳。雨佳该要一个大大的微笑了。雨佳。Yes！ Yeah！ 笑出来吧，雨佳。谢谢老师。守擂成功。守擂成功。我觉得这一次李雨佳的表现是比他前几个课题都要好很多的，就是他每一个播报不同的节目风格把握得很准确。我觉得他交流感和目标感更强一些。我觉得他眼睛里他有对象，我在看着一个人说话，我在看着一些观众在说话，不错。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佳宁是带0分，进入我们接下来的实习。哎，所以就不用淘汰了，对吗？不是不用淘汰，只是佳宁以0分来进入到我们下一轮整体的。那就是说后3名还是会有可能。现在变成4个0分了。然后经过接下来这一轮的课题发布，再来看。没分啊，老师。你没有分。我以为我有分。雨佳还想要2分。你只是作为守卫者，对，守擂成功，守擂，好的，辛苦了姐。哇，他真的挑了这所有里面新闻播报这4轮最强的，我觉得是，这是不是？是他挑了最强的一个，我的妈！那佳宁其实这样的话，他就同一起点，大家对他的期待，所有的东西要求标准都会放在了同一起跑线，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没错，没错。那下面我们就发布课题4。我们课题4是多类型节目考核，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4档节目，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每档节目呢，我们会选择1名优胜者，获得相应的积分。每档节目选1名。那4档栏目考核积分不同，每组能够容纳的实习生的数量也不同。第1档新闻夜线，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夜线，我是张希，我是郭凯旋。受第6号台风，张希老师那种感觉很帅。太平洋百货徐汇店日前发出公告，那有关涿州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特派记者冷伟。冷伟你好，当时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报案人是怎么说的？是这样的，被害人报案之后呢，是1档新闻资讯栏目，是20分。考核方式是在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魔都之眼 S2 演播室进行1小时的模拟直播。考核时间是7月30号的晚上。实习生将作为节目主持人来播报热点新闻，并将新闻当事人请进演播室来进行访谈。第2档节目是东方新娱乐。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我是暖心的冯玲，这里是东方新娱乐。这个适合那个小黄鸭组合。有矿，确实。昨天明明是小黄人，今天是小黄鸭组合。娱乐新闻资讯栏目是20分，考核的方式是棚内录制，考核时间7月31号上午。实习生作为节目主持人，合作制作并主持一期东方新娱乐，需要进行娱乐资讯的播报，并针对嘉宾来设计互动的内容。第3档是多人圆桌对话节目，遇见他们是25分。你这个阶段整体感受是什么？感受就是家里那个承重墙倒了，我来就撑起一片天了。这个节目很多人关注，压力挺大的。感觉庞征对这种节目就很有特点了，粮食要顶的。需要实习生以这期的嘉宾来设置核心的主题，策划并且录制一期双人共同主持的圆桌谈话节目，录制时长是90分钟，考核时间是7月31号下午。双人圆桌访谈，庞征很合适。最后1档节目是下一站。这栋房子是中国第1代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大楼，是吧？对，当时住的地方叫做西摩路，是什么？是要走外景。你好，外景探访下一站。我们现在去拜访那个张师傅的家。但是到了目的地，这个门牌怎么和说的不一样呢？是城市生活探访类节目，25分。节目主题是街头摄影师。这适合子泰啊！街头摄影，一路吃嘛，一路玩，子泰真是一个不落下。咱都替他们选了，人家自己来。那玉哥适合哪一个呢？一样。玉哥，我甚至觉得每一样都很适合。考核时间是7月31号。实习生作为主持人合作完成1档外景节目，每位实习生需要独立探访1位嘉宾。那有些节目是需要大家合作完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既是对手，也是合作伙伴。最终每组只有1个人胜出，哇，拿到积分。在这里啊，要特别说明一点啊，就是贴管实习生佳宁。在考核4当中，只有获得了该组的第1，获得相应的积分，并且留下。哇，他必须要拿第1，他才能留下。如果没有获得该组的第1，踢馆失败。踢馆失败就不能够继续进行实习。那其他同学要明确的是，如果佳宁留下，我们将从其他的实习生当中选择1位，提前结束实习生活。要么佳宁留，要么就走1位0分。好，那下面我们就要来让各位同学来选择自己想去哪个栏目来进行学习。各位同学，我们选择的方式是，大家先进行抽签，选择1到9的顺序，
抽完顺序之后，我们按照1到9填写自己的名字。我们先来抽签。来吧，来吧，来吧。那我们就抽呗。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我是第5，你是第几？是第3哎。3，这个靠前有优势。9啊，8。谁是第一个？我还没看。岳林是第一个。反而这种局，我觉得第一个好难选。我。哇！他先选，他先选，所有节目他来选。好好的运气啊！我的运气也太差了，我想数。咱俩怎么命运那么坎坷？每次都是。每次他为什么都是最后？永远是岳林。他俩又是第8、第9。把娱乐新天地留给他俩，刚好。没事，不过这个因为每个人的风格和优势都还比较鲜明。现在2点13分，我们2点18分，大家去开始写自己的名字。老师，我想问，就以上3个节目，它其实给我们的节目时间只有这么长，还是我们是看最后的成片，还是？你比如说东方新娱乐，你要去录制的过程当中，导师就在看你，对，然后根据你整个过程的表现，给到你一个最终的结果。对你们来说就是直播。张希老师，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的嘉宾是现在选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现在选了相应的节目，会有相应的老师跟你们讲具体的规则。好，你们现在选择你们的节目形态，好，和你们想的节目方式就可以了。好的。好，那我们开始选择吧。这样，每个人自己上来直接写自己的名字。我想选的肯定是选不到了，已经，因为我想选的，肯定也想选。好，好了，佳宁会选哪个？新闻夜线很有可能。啊，哦，娱乐，东方新娱乐。第2位，他选了娱乐。Why？ 杭州去做那个。杭州去外景啊？哦，杭州是外景，去外景了。我觉得诗文应该是那个新闻吧。杭州去外景啊？耶！诗文新闻夜线。他那个样子像。王玉会选啥？王玉要访谈吗？玉哥其实适合做新闻啊，玉哥去采访。采访吗？玉哥。接下来的人，既是选节目，又是选对手。我们没有猜对一个哦，就猜对了诗文，有点一个炸雷啊，砰！啊，节目好看啊，同学们。但我觉得，既然是自己选的，一定是自己有把握的、擅长的。下一个是谁？我思考一下啊。哎呀，我赌他也是新闻夜线。我新闻夜线。娱乐。新闻。再 PK 一轮。我也觉得娱乐吧。不要纠结了。雨佳绝对娱乐。来吧，雨佳。选一个分多的。又一次。哇！又一次，他跟佳宁又碰上了。好，东方新娱乐已经满员了。
没有在这儿我拿到分，还要在我这儿离开这里。就你来选我，我就要把你送走吗？是。他俩谁赢了？他赢了，那个佳宁就走嘛。对，是的。哦，该我了。是我把你想选的选了。子泰。采访吗？这个火药味好浓啊！其实也很简单。啊，没想到哦。玉哥。两位男生，子泰，你选下一站呢？子泰，我们在猜测这条路上得了0分。0分，0分。Next one。我已经看到了我最后的结局了。林蔚去，程朗去播报，程朗，程朗不会，程朗和韵玲当中有一个人要去播报了，朗子肯定下一站呀，朗子。不要选了，又回到最初的起点。韵玲是诗文，也不错。这方案不够斗啊！年轻人有想法，交给你俩一定行。我来加点豆，再加点豆，还是不够斗啊！那就来一大桶趣多多，更多口味，更多豆。趣多多巧克力味道缤纷，豆多多香菜趣多多，一起灵感刚起来口趣多多，一起趣多多，我来趣多多，一起趣多多，美味趣多多，哦耶！哎，现在的问题，如果这个输了，佳宁直接淘汰；如果佳宁不淘汰，子泰和王玉就必有一个会淘汰。还有那个林蔚也是。林蔚跟谁在一起啊？林蔚和庞征、陈朗，他们3个在下一站。啊。我们可以稍微把他们重新摆一摆啊，这样便于我们去记住他们刚才各自选择的内容。诗文和韵玲是新闻。第二组是佳宁和雨佳。这俩是一波的。下一站3个人也是只有第1名得分。对，是的，有2个会不得分。哇，捉对厮杀了。现在其实最难的是林蔚、王玉和子泰。其实最难的是这就他们俩了。佳宁是最难的嘛。首先这一组因为刚刚已经败过一次了，在心态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雨佳是带着这种重整旗鼓的锋芒，所以你看啊，现在的情况是这一组是不会有人被淘汰的。诗文和韵玲，他有10分嘛，他有25分嘛，没错，所以他们俩已经不会被淘汰了。对，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0分，在一个组里，所以必然会出现一个0。你们觉得谁比较危险？这不知道。玉哥。其实他们俩的命运掌握在雨佳姐的手中。Yeah。雨佳赢了，他就淘汰；如果雨佳输了，就是他们3。林蔚其实也很危险，因为林蔚他们是3个人竞争。对呀。他们的不得分的概率是66%，他们还是50%，而且他们组里还有个庞征。对啊。但是下一站，因为他要每一个人去探访一个嘉宾嘛，其实就看这个现场和嘉宾的配合度了。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他们仨其实都有各自有在现场去跟嘉宾探访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组其实你还很难说庞征有断层领先的机会。对，而且在直播中他跟人沟通的这种高情商、春风化雨和丰富经验，所以
以反正第一组现在是不会有人淘汰的，按照目前的赛制。是第二组真的握在雨佳手中，雨佳全力一击，捍卫自己的小伙伴们。佳宁就住了2晚上回去了。不能吧？不能吧？哦，有学长在这里啊！不能吧？你聊聊你的看法，子琪。不能吧？你对你的这位学妹感觉如何？佳宁整体感觉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在这一次的众多选手中。是的，我觉得如果说只是比了2轮就打道回府了，会有些可惜。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佳宁各方面也感觉非常全面，但我也不理解他声音这么适合新闻，为什么选了一个娱乐播报？他可能更多的是晚会主持吧，他好像他的这个简历上很全面，他有大型晚会主持的经验，也有这种新闻，也有外景，所以其实下一站这一类型其实他也很适合。而且有没有可能他想要展示一下这方面的能力？因为播报他刚才已经参加过了。对。就是你选择太多了，但你又不知道你和谁去搭档或者竞争。反正我就觉得这种时候第一个选就压力也很大，比较吃亏。是他没法选对手。其实你看，像新闻叶县、思文和韵林，思文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第一轮咱们看到过了。其实是替韵林捏把汗的。但是韵林不面临淘汰的危险，对他不面临淘汰，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非常大嘛。我最操心的事情是，我觉得遇见他们现在2位男主持人同时同台去做采访的时候，其实比单人采访更难，因为有合作。对对对，我还以为您说因为有王玉，所以就因为有王玉，所以合作就更难。是这意思是吗？我们可以看看，王玉跟谁能融在一起？哦，王玉已经经受过好几轮测试了，是吧？对，淘汰了好几位，就是。王玉的思维会在自己的框架里有一条完整的线，不太容易受别人的激发和影响。但双人采访其实是个互相托底、互相激发的过程。然后呢，我就担心，就比如说访谈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刚激发到你内心的一个柔软的地方，正打算往下挖呢，然后他就把这个气场给破掉了。所以双人主持是互相托底，绝不能破对方气场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现在觉得那一组其实真的有非常大的难度。然后2个人一定会竭尽全力，因为这2个人知道说，只要我输，我就有极大的可能性淘汰。哎呀妈呀！因为这2人是0分嘛。但我觉得下一站陈朗非常适合。这倒是。对，因为那种生活化的那种感觉，然后那种。但生活化的去采访一个嘉宾的时候，其实人生经验还挺重要的。因为你得快速的同理心嘛，他要去采访一个嘉宾的，他不是一个吃吃逛逛的节目。如果他吃吃逛逛，我投陈朗1票哎。很有道理。我们刚才做了一些我们这个视角的推断，但不一定准确，因为我们之前对他们所有人选这栏目组几乎没有中一个，真挺不容易的。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每一个环节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我们第一个走进的会是哪档节目呢？是新闻叶县组的备战，一起来看一看备战情况怎么样。那大家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呢，各位带教老师就带着选择自己的实习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接下来的考核安排跟大家做一下介绍。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你们俩跟我走吧。好，走了。哎，下一站的3位，请到我的办公室。咱俩也是凑巧，你俩刚来就开始。就是强行捆绑在一起了，只是因为觉得这个方向很想选。是吗？雨佳棒。我跟你说，咱们俩其实就一个任务，稳住把这活干完。我们是一起还是分开？一起。一起稳住把这活干完。但是我在想，我的风格跟你的风格实在是差异太大。你是什么风格？我是轻松愉快的风格。可以啊。然后我不是那么新闻，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我没有办法太正的去。我也可以很轻松，我那个直播也走。那我们就轻松一点好不好？好。我们俩稳住，把活干完。已经想好什么节目形态了？没有，我们俩在对我们俩的风格。你们看过新闻叶县吗？没看过。看过呀。那天只一个片段啊，所以它整档是1个小时的新闻资讯类的节目。他们是同场直播，2个人在一起。
一起搭档。这种新闻确定风格是不是应该看新闻当天播出的新闻稿件呀？跟稿件有关系，也跟个人的播出风格有关系啊。那我们的考核呢是放在明天晚上新闻夜线结束之后，两位同学进到演播室当中，我会给大家准备一张串联单，大概总体节目时长1个小时，你们2个来进行播报，包括访谈内容，我们会把选题和嘉宾在明天7点钟的时候给到你们。你们2个要合作完成这个提纲的撰写，时间很紧。这个节目呢是东方卫视下一站，它是一个城市探访类的节目。这次的选题是街头摄影师，你们3个人会分别去探访一位摄影师，3个人需要共同出镜来完成这档节目的开头和结尾。需要你们3个来想好，结束自己这部分之后，想一想如何用语言来引出下一位主人公。然后呢，我就给你们看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了3位，街头摄影师，分别是 Alice， 一位外国小姐姐，她是一个白俄罗斯人。然后另外2位，其中呢，一位是以前在汽车行业工作的，结果呢，因为企业倒闭了，他就只好转行。另外一位是他在有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有几位老年人。他们穿着的非常时尚，给予了这位摄影师启发和灵感，所以他以后就拍摄了大量的老年人的街拍。街头摄影师是个好话题，可潮了，而他们特别爱在街边喝咖啡。上海有一波老年朋友，太酷了。所以你看，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看见街头摄影师，还要看见他的看见。对，还要理解，要共情他的看见。需要呢，你们想一想如何分配，谁去采访哪一位摄影师？有没有想选的嘉宾？这个是第1个嘉宾。这英语这个感觉是为你量身的。那我就选这位外国朋友了。陈朗，双语。可以啊，可以啊，因为你跟他聊天，你肯定语言优势会更那个。那你俩呢？你有偏向的人吗？这2个？唐征很好，他让林伟先选。对。我还在看，要不再看一下下。林伟就是纠结。你选定了。我想选陈战一。哎呀，我看他拍了很多我的工友，就是他拍过的一些人有我认识的。是吗？我觉得很巧合。林伟，哎呀，主动性啊，不果断，有时候。我是觉得每个人都还是有各自的点。可以啊，没问题。那我就罗夜华吧，可以的。好，没问题，你就各自去准备。好的，谢谢老师。你记得他上一次哭的时候说：“我不是那么喜欢竞争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很被动，就是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主动去。那个开头啊，你准备说些什么？我觉得我们那个可以先各自整合一下，然后再一起讨论。哎，天天看白老师用这个电脑，我们也用一下。哎，这个是华为鸿蒙折叠电脑，它超酷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好呀。哇，它这个屏幕好大呀！它的手势操控功能很好用，3指轻松拖动文件。它可以上下屏切换。 5指迅速放大文件，这样就是全屏开始办公了。对啊，它有个8指操控功能呢，你来试试。就8根手指头。就自动召唤出键盘了。对啊。然后你就可以上面办公，然后下面去操作，这个功能好方便啊。那当然。老师，我知道你肯定从内心是不想选这档节目的，因为你抽签的顺序没有办法了。 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那个新闻播得不好？没问题，陕西播音很好的。学过播音主持的，我们先说一点这个基本功的事儿。调门不觉得有点高吗？就是声音应该再低一点，就是你没有气息的支撑，会显得声音单薄。那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气息支撑？你们上课也不讲是吧？你们学校的授课风格不讲这方面的，我知道。就是可能就是不太多，新闻不太多。对，所以就是从单纯播的角度来讲，你不占优势。 对，气息的支撑，这确实是中传的传统优势。不是说新闻播的不好，因为你可能更适合哪一个。没关系，我可以把它尽力做好。对啊，就好了呀。而且直播挺刺激的，喜欢直播。
我想弥补一下遗憾。什么遗憾？我2次直播都挺遗憾的。凡尔赛，你都拿第1了。但是确实我自己体感都不太好。我想哭，是吗？我真的好想哭啊！我真的想哭。你不用想哭，这是你非常擅长的一个领域。所以下一轮考核是一定会淘汰掉的。一定会淘汰掉。如果前提佳宁是第1，那么从原来的8个里走一个；如果佳宁不是第1，佳宁直接走。对佳宁的考验太大了，确实。而且他俩选一个组里，我跟凯旋一对是吗？俩人冤家路窄又撞一起去了。这明显是雨佳要去选的，雨佳是后选的吧？佳宁是第1个上的。战斗力上来了，雨佳被激发了，又一次。我觉得雨佳是觉得，既然这一轮我能卡过你，我下一轮也能够卡过你，那很明显我就把你彻底赶出去。对呀，这个出去就彻底出去了。所以这个选实际是一种运筹帷幄。雨佳可能从心里甚至觉得，我替你们所有人把他。这不是俊林说的吗？镜头里镜头外说的都一样。要不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压下去。如果雨佳守擂成功，彻底成功的话，在这个团里面，他就太有向心力了。对。一场世纪大战已经在西哥的脑海里。哎，我这种人太八卦了，就脑子里想别人怎么互相打，就开心，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这不像老师该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大家相处那么久，一个陌生人进来，我肯定是会想要跟这个人去竞争的。对，而且他有一种我要保护我的团，对，我们8个人，我要捍卫。这种假设，佳宁赢了。淘汰的话是，那不就是对准了这3个0分吗？那也没说过一定就淘汰3个0分，当然肯定会基本从这里边淘汰了。子泰的选择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因为王玉是这样，子泰也是0分。那个时候，新娱乐在线已经选掉了。如果他去选和诗文在一组，虽然他第1天就跟诗文在一组，但必输无疑。然后到了那个下一站那组，3个人想拿第1也没那么容易。彭真还在下一站呢。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子泰只能。那么到了遇见他们是2个人，另外一个目前也是0分，那这个是唯一可能搏出来的机会最大的一组。赢一个活一个。对。